在重庆生活了20几年长大的重庆人，我对防空洞的了解原来就只是一个防空洞而已。跑！哈哈哈！喊惨了噻！所以说里面的话，3层楼的空间，对头。哇，我觉得好神哦。所以说实际上你在地下也是要上下楼的。等会儿我们后面都还是看得到那个楼梯。向翔如约而至，带肖战探寻地下重庆。他们的第一站是南岸黄山防空洞。他们为子不把都知道重庆地面是个立体空间，开发出来的。其实它的下面还折叠了一个地下世界。只能是说，即使现在要开发的话，可能要一段一段的进行开发是比较好的。我们就开始地心之旅嘛。哦，要得，还要拿那个电筒，我有点紧张。那面我来先到里头走。那面是没得灯儿的吗？对头啊。其实冬天在里头还很暖和，夏天很的凉快。哇，我们真的要弄个进去啊！哇，可以看到它实际上还是原来的那种原型。哦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太伟大了。你像，其实我在重庆生活那么多年哈，我对防空洞的了解其实还是很少。我们可以在那个里头去看一下，那是以前的那个指挥室，然后以前的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会在里头开。你看那个墙上头那块儿，实际上是非常有那个玄妙的。实际上它是分了几层，你摸一下是像泡沫一样的东西，都是随便再轰炸，哪怕那个洞子要塌了，在里头是点儿都听不到声音，也没得任何的震动的。而且它是两边你看各有出口，都是说通的，哪怕那边出现了一些意外，那边还可以走。对头。我都完全不晓得，我就哦，慢点咯。哦，是不是感觉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？啊，像那种入口的话，肯定还有很多哈那种口儿，漫山遍野开了无数个那种洞洞。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一下。然后你看，那是原来的那个，实际上也是一个指挥大厅，然后后头改成了那个相当于。那是在哪点哦？原来是朝天门，已经没得了。哇！然后我们最多的是原来那个解放碑啊、朝天门地下商场噻。那现在都是在里头的。所以说有印象。所以说地下商场也是防空洞。对头。重庆可能是地下城使用最广泛的城市，每天有几十万人穿梭在昔日的防空工事里而浑然不觉。一半是在地下，像我们地下通道、地下商场，原来我们还有菜园板去卖书那个地下书室都是防空洞。对头。包括我们穿的很多都地下，你有没得印象？可能你都走过的。我们走了无数次，我真没想到它是个防空洞。都是啊。而且你看，它也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它都有，而且很多地方它实际上都是有那种都是支路的，现在把它封了。哇，太有意思了！而且那节正好在航线上头，有一种那种时空陡移的感觉。然后对，感觉又要轰炸了。原来走到里头的时候，经常都有蝙蝠那个哗就飞出来了。哎，我记得也是，我记得小时候都上野洞子，然后也是有那种很多蝙蝠，我们拿火柴往里面划，哗都飞出来。哇，那你还是很勇敢了。我们当时都，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说重庆是魔幻的嘛，它其实不光是地面是魔幻的，地下也是魔幻的。对头。像你像我们现在提到重庆很魔幻啊，3D 城市哈，一直只是说它的地面有好魔幻，其实我觉得它的地下反而比地上还要丰富。所以说当时的躲防空洞，实际上常见的情形是啥子？都是警报一响，都本能反应，全部都往防空洞里跑，然后全城人都在跑，所有都是拜访的一些老人来。他说起躲洞子那段经历，他都不是觉得那是一段苦难的经历。他说每次那个警报响他说他都特别期待。我说你轰炸的话还是很期待。他说因为隔壁班他有一个很心仪的一个女孩。那个真有点像我们有时候比如上学的时候出早操哈，苦中作乐的感觉哈。所以说当时我觉得重庆人现在那种性格也有那种一种传承。我们应该往哪边走啊？那边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应该是往那边走过，走了，感觉有2个动作，我们感觉都有点迷路了。对的，应该是往那边走。哇，哇哦！哇，终于看到哇，大老鼠跟飞老鼠。其实原来那个地方是个通风口，后来把它封了，怕漏水。加油！哦，不要吓它了，它会掉下来了，嘿。
走了，快点走了。看那啥子？跑！黑惨了噻！对70后、80后的重庆人而言，防空洞是爷爷辈躲空袭的生命之所，是父辈建设3线的痕迹，是和发小锻炼胆量的野生游乐场。可以说，防空洞连结了几代重庆人的记忆。酒窖、茶室、家具城、地铁通道、加油站、火锅城，昔日的2战攻势改头换面，完美融入现在的生活。所以老人们爱说无地下不重庆。当你站在重庆最繁华的街道时，脚下也许就是一个宫殿的入口。探洞完毕，两人来吃洞子鲫鱼。哇，就是在外地都看不到那种。你看油好舒服嘛，红橙橙的。哇，那鱼太巴适了，就感觉很爽。哎呀！那你小时候也是在相当于那种大院或者厂头那个长大的吗？厂区，也在厂区长大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重庆当时一料很多人，因为重庆它是一个工业城市，特别是一个军工城市，很多人都是那种大厂那个厂子里那个长大的嘛，都认得到，街坊邻居全部，基本上妈老汉儿他们都相互都认得到。其实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去感受过重庆，因为当你置身其中的时候，你不会再跳出来，很刻意的去观察一些地点也好，景色也好，美食也好，它就是跟我一起长大，融在我身体里了。所以这一次回来，包括防空洞也好，吃的一些美食也好，小面也好，都让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认知吧，就是新的一个感受也不一样了。因为作为一个生活了20几年的一个在重庆生活了20几年长大的重庆人，我对防空洞的了解原来就只是一个防空洞而已。所以昨天跟向老师聊了之后，才发现哇，原来防空洞有这么多的故事。他昨天说了一个例子啊，就说在采访一位老者，然后那位老者就跟他说当年防空洞的时候，一拉那个警报，他心里其实有点窃喜，他就看着他心仪的那位姑娘往哪个防空洞跑，他就跟着那个姑娘去那个防空洞。其实你看这种在乱世当中寻找自己生活的乐趣，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可以很精准的描绘重庆人的那种乐天的精神。但是很多人其实说的容易，我们都觉得说，那干嘛每天都要过？干嘛快乐也是一天，难过也是一天？那我干嘛不每天都快快乐乐的？但是能做到的人又有多少呢？而且特别是在一个很乱世的一个大环境当中，所以他昨天跟我说这些故事，我觉得特别能触动到我还挺感动的。其实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我就以他为好，以他为傲，以他为骄傲。可能有的小朋友也好，其实我在青春期的时候，我有想过说，我要不要离开重庆，去更大的城市？大家那个时候都说北上广，北上广，我要不要也去北上广看一看？比如说到设计的话，都肯定北上广是中国最先锋的嘛，走在最前面的。自己也想过说要不要去看一看，但是当我读大学的时候，然后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我已经渐渐适应重庆的这种生活了，所以我觉得是因人而异。所以当时我觉得说留在重庆其实也挺不错的。我觉得如果说我不能在外面做到一个非常领头的这样一个位置，或者说是非常顶尖的一个位置，那我为什么不能踏踏实实的在我的家乡把自己做到更好呢？做到最好。
其实当时我是这么想的，但阴差阳错的还是离开了重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缘分吧，就是奇妙的地方。你看现在重庆的高楼大厦这么多写字楼，5A 的写字楼也好，里面有多少年轻人在里面工作呀，怀着梦想啊，奋斗啊。可能有的人是不喜欢，可能有的人是被家里被迫要工作，或者给你找的工作怎么样。但是我相信更多的年轻人是因为自己有这一颗奋进的心，想要做到以前上学的时候自己的梦想，自己励志的理想，就还是在为这个理想去奋斗。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魅力。我觉得重庆的魅力其实就是它很鲜活，它非常有活力，它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城市，每个人都在拼搏，都在奋进，它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，很有韧性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。给我举个例子，就遇到，比如说我在重庆生活了23年，适应了重庆的这样生活环境跟工作环境，然后突然去了北京，然后到了娱乐圈，一个完全是一个天壤之别的2个不同的生活环境。那段时间其实挺辛苦的，说实话。唱歌也好，跳舞也好，演戏也好，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东西，全新。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说，我既然来了，那我也要把它做好，我先尽力的去做，再苦再难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呀，跪着也得走完，就是这么想的。